这是一个让无数玩家真正爱上单机游戏的系列作品，其世界观背景的时间跨度已达到了7万多年。从古希腊到欧洲中世纪，再到现代，玩家们扮演着一代又一代传奇刺客大师，认识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并与这些人物一同见证或参与了诸多历史事件中那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可以说，这个系列也陪伴了我们这代人一整个少年时光。它就是育碧旗下的刺客信条系列。但在神话3部曲之后，育碧逐渐走向了下坡路，尤其是他们以日本战国时代为背景的最新续作《刺客信条：影》，更是因为加入了一个名叫迷柱的黑人武士，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不过育碧确实对本作的质量拥有极大的信心。那么这一作的刺客信条是否能够挽救育碧的未来？狂魔有幸参与了本次刺客信条影的线下闭门试玩。那么今天狂魔就以一个普通玩家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次的试玩感受。首先便是本作的优点，在画面上，育碧复刻历史建筑和场景的技术绝对是看家本事。从代入感极强的日本封建时期建筑，再到宁静的神社和田园风光，配合系列独有的鸟看点解锁，玩家能够将日本战国时代的村庄一览无余。而在游戏玩法上，本作采用了双主角设定，分别是伊贺忍者奈须江以及效忠织田信长的黑人武士迷柱。玩家可以在任务开始前随意切换2位主角，部分主线也能够在途中让玩家选择某一位主角来进行任务。不同的主角执行任务也将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就比如解锁鸟看点，作为忍者的奈须江可以依靠钩索迅速的爬上鸟看点，也能在屋顶上随意的飞檐走壁。迷柱则因为身材高大，相对来说比较笨重，基本不用考虑让他来跑酷。有趣的是，本作的部分任务是可以根据玩家的选择来进行交付的。黄魔有一次用奈须江为了寻找一批货物，便去和一位商人对话，结果因为一言不合就开始了战斗。如果能够以理服人，想必就能直接获取货物的位置。由于奈须江在设定上就不太适合正面潜入，想要战胜敌人就得考验操作，所以在失去同步后，我就切换了迷柱前去与商人对接。而在与商人对话前，玩家是可以直接让商人不能呼吸的。至于任务所需的线索，就只需要向死者索要即可，不过代价就是需要玩家自己跟随线索去寻找货物。至于战斗方面，要论正面潜入，矮小的日本人面对精通迷之呼吸的迷柱，就只能被全方位碾压。战斗被分为了快速且容易被格挡的轻攻击，以及缓慢能够造成大量伤害的重攻击。而轻重攻击都是可以长按蓄力摆出拔刀斩等架势，从而能够破除敌人的防御。敌人的攻击也被分为了连续的白光格挡以及红光闪躲。主角所能够使用的武器则被分为了几个大类，分别是迷柱所使用综合性能优越的长武士刀、大范围攻击的长柄武器剃刀、打硬直和破防的重型武器金棒，以及远程武器弓箭和铁炮。奈须江的则是武士刀和能够破甲的锁镰以及高攻速的短刀。每一种武器都有相应的技能可供解锁，玩家可以通过格挡和攻击等方式积攒释放技能所需的能量。当敌人血条见底，就能触发处决，其暴力程度也是相当具有观赏性。而想要获取解锁技能所需的知识点数，那就得进行参拜神社等活动。在战斗时也可以派遣盟友协助玩家作战，每个盟友都有不同的属性和作战风格，盟友则需要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才会协助玩家。至于潜行方面，本作取消了老鹰高空侦察的视角，玩家需要用瞄准一样的侦察功能或是鹰眼视觉来标记敌人，以提前做好暗杀路线的策略。而敌人发现玩家的速度则是被主角所处的环境和动作所影响，在动态光照的加持下，玩家甚至可以选择匍匐在阴影处以躲避敌人的视线，或是躲进箱子和房梁这样的地方来暗杀敌人。当然，如果你要像我这样大摇大摆的潜入，那就会搞得双方都很尴尬。玩家也可以利用攀爬和跑酷寻找适合潜入的切入点。本作跑酷的速度和流畅性提升十分明显，玩家能够轻松的利用帅气的翻滚和钩索在屋檐之上来去自如。探索方面，之前的高空侦察视角则是被鸟看点所取代。当玩家处在鸟看点观察时，阿玉独有的问号将会先毫毕现。而在任务中获取目标位置的途径也变成了在大地图中派遣探子去获取，探子的数量则是有限的，玩家想要获取探子就需要回到藏身处使用金币添加。本作的地图可谓是相当之大，即便是狂魔探索了近4个小时的时间，也仅仅只是在地图的一角活动，只有不断的探索和调查相应的线索，才能逐步解开目标敌人的身份，从而推进主线。至于剧情方面，迷柱塞入进剧情的方式略显生硬，不过序章的剧情结束后，还是会让玩家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总的来说，这一次的刺客信条影线下试玩还是神话3部曲以往的味道，无论是暗杀、潜入、战斗，都在保留系列特色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机制。在探索方面，育碧也是很克制的，通过调查线索和观察等方式，让玩家自己去发掘或是完成某些任务，属于是在以往的框架上锦上添花。优化方面也十分流畅，并且在试玩的过程中，狂魔也没有遇到 bug， 一时间搞得我还有点不习惯了。而观众看到的画面也是在 2K 情况下录制的，等游戏正式发售后也会支持 4K 画质。当然，这游戏的缺点也是尤为明显，人物的面部和动作都有些僵硬，在主线的过场动画里还好，但到了需要对话的情节中，这一点就显得更加严重了。而且人物的对话还不少，这导致狂魔在触发对话的期间，还没等人物说完台词，就会忍不住跳过。要知道，这还没出新手村，干地图规模，这游戏的内容量可是相当之大。玩过英灵殿的玩家应该都知道，越玩到后期越会觉得这游戏咋还没完。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狂魔还没有完整体验游戏的内容，如果后续的主线和支线足够精彩有趣，那么也不是不能接受。
在狂魔的单机游戏生涯中，最早接触的就是《刺客信条》系列，这个系列也让我真正爱上了单机游戏。几乎每一部《刺客信条》我都会无脑入手，可以说它就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少年时期的老友。我记得育碧也是最早进入国内市场的游戏公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育碧的土豆服务器和 bug， 甚至是公式化开放世界的缺点，大部分玩家其实都能忍受，该支持还是支持。但这一次的《刺客信条》影，育碧却是为了迎合某些群体，非要把黑人给强塞进去，以至于自己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从狂魔个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我并不希望育碧因为这波操作最后把自己玩没了。《刺客信条：影》算得上是一部合格的系列续作，操控一个黑人去日本本土欺负小日子，对于中国玩家来说何乐而不为？但也仅仅只是基于游戏本身好玩的前提下，可不是因为加了个黑人。而另一方面，我又反感育碧迎合某些群体的行为，全然不顾玩家的感受。要知道，在影公布之前，可是有许多玩家都希望育碧能出一款以中国为背景的《刺客信条》正统续作，但这一番操作下来，就让我不得不觉得，要真做了，阿玉会不会让昆仑奴当主角，或是花木兰变尼木兰？说白了，引起玩家口诛笔伐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外那批非正确的游戏公司在态度上的傲慢。希望阿玉能明白这一点，不要让《刺客信条：影》成为最后一部《刺客信条》。毕竟刺客的信条是躬耕于黑暗，侍奉于光明，不要本末倒置了。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